选好机买对房，你身边更懂资产配置的朋友，欢迎来到智享财经。不管是买房还是做房地产的投资，有一句话无数次和大家都提及过，就是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而随着最新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大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担心又再次多了起来。的确，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虽然全面二胎已经实施了5年，但是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迎来井喷式的增加，反而在2016年达到峰值之后就连续的减少。据最新统计，截止到2020年年底，2020年出生并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人口总共有1003.5万，这些数据较2016年的峰值下降了782.5万，下降了44%。说是断崖式的下跌，一点都不过分。毋庸置疑的是人口规模是我们评判房地产需求和投资价值最核心的指标。那么面对人口发展面临的困局，我们在做房地产相关投资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变化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条视频会非常的有价值，建议看完并且收藏，因为它将给你圈定几个长期具备人口增长支撑的核心区域。虽然生育率整体的指标并不理想，但是区域分化也是非常严重的。生育率较高的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对房价是有一定支撑的，并会推动改善型的中大户型的房产的成交。从省份的情况来看最近5年8成省份的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吉林、辽宁、黑龙江等东北地区，还有天津，人口出生率不仅在全国基本处于垫底位置，还持续保持负增长。如果没有很好的产业吸引新人注入这些地区，长期来看，常住人口增长情况会持续的恶化。我们接下来再从城市的情况来看，有些2线城市还有强3、4线城市出生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譬如厦门、泉州、东莞、珠海、佛山等广东和福建省下辖的一些城市，还有山东、安徽、河南等生育观念比较重的区域，人口出生率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还有一些城市，譬如像珠海、贵阳、合肥等，这些城市呢都是人口流入型的城市，在人口新政的利好之下，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显著的提升。相比之下，浙江和江苏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的出生率反而出现了降低，而且还是维持在了相对低的水平。这种生育率的差异其实已经开始影响了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了。就1、2线城市来看，出生率较高的城市，房价上涨的幅度也比较大。典型的像西安、贵阳，房价最近3年的涨幅均在8成以上。而出生率比较低的像天津、哈尔滨，其房价的涨幅均没有超过25%。与此同时，受全面2胎政策的影响，出生率增加的城市，这些城市120到150平面积段的住宅产品的份额均出现了增加，平均的增幅显著高于出生率下降的城市。这说明出生率的提升，住宅市场改善性的需求也会增长，对于中大户型面积产品的需求也会等比例的上升。所以我们看出生率对于住宅市场成交量均有正向的影响，但由于不同城市的基本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出生率影响的作用也因此会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按照城市的能级来划分来看出生率对于2线城市的影响明显会更大一些，对于3线、4线城市的影响相对较小。至于1线城市，如上海，虽然生育率比较低但是人才吸引力大，同时还放宽了落户的政策，累积的购房需求不断的被释放，导致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事实上，随着未来各城市抢人大战暂时告一段落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心城市将慢慢步入人口缓慢增长的时代，其市场也将更多的依靠内生型需求。比如南京，它依靠电子信息、智能汽车、高端制造以及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几个主导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和人才吸引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因此，虽然近些年其生育率一直处在1、2线城市的相对低的位置，但是南京的房地产市场依然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二手房，在2020年全年的二手房成交量非常的大。相反，像苏州、天津这样的城市受到了产业转型导致的断档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不及预期，其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也是相对乏力的。所以综合来看，虽然整体生育率断崖式的下跌，但受出生率分化和地区人才吸引力不同的影响，不同城市的投资价值也会出现明显的分化。我们在投资选择的时候，要密切关注这2个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大家不需要担心的是，在中短期之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远还没有结束。按照计划，2025年年末，我们的目标是将城镇化率由60%提高到65%，也就是说，未来的5年，我们还有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意味着，在未来的5年，我们大约有7100万人将由农村迁移向城镇，这一部分人口将给房地产市场提供坚实的需求支撑。想看着房价大跌的朋友们，估计要失望了。好的，关于人口数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见。